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神仙水晶华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肌肤愈见年轻，眼镜一戴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，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，进行探案。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，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被其他玩家发现。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季加入全新玩法，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，将其黑化为 X。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。游戏胜利条件：探案结束后，玩家进行真凶投票。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，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；反之，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在本季节目中，鹤立摸鱼推理团将穿越到推证的4个时空探案。20年代的故事已经落幕，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玩家穿越到80年代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推理吧。1988年推证，时代拐点，社会转型，商机勃发，灰芒国外贸公司正是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份子。这里的员工每天从里卷到外，从上卷到下，卷出一片欣欣向荣。今天灰芒活外贸公司迎来大日子，8周年庆典来了。走了，去年会了。哎呦，今天就好好表演啊！准备啊，3、2、1，走。三分天注定啊，天生靠打拼啊，爱拼啊家哎呀！推好溜冰场。推好溜冰场。下面我们有请大家敬爱的、喜爱的、深爱的，甚至是溺爱的人事部经理托马斯跟大家讲话。Thomas， 哎呀，今天是周6，也是我们推芒货外贸公司8周年的庆典。哎呀，这8年我们披星戴月，披荆斩棘，对，披头散发，有人就很忙了，啊，哎，大家还记得我们口号吗？要么卷业绩，要么卷铺盖。哦，是吧？就我们这么卷，才能在推着活到现在。有道理。哎，众所周知，有今天的业绩，全部仰仗我。哈，有家都给我围攻了，有，啊！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行，那我就宣布我们推芒货外贸公司8周年庆典正式开始。因为大家平时工作繁忙，也不一定认识每一位同事，所以我们先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先从你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推芒活的最狠的男人。我白买，哈哈，
我是采购部经理啊，然后呢，砍价呢是砍到生命线。如果谁希望被砍一刀，来找我，我来砍你们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推盲活最精的地，颗粒度，我的眼睛就是尺。我是一个非常讲究、非常注重精确度的人。我是背锅的助理，总助。虽然他这周出差了，但是我一定会帮忙他盯好这次的庆典，看看有没有对齐颗粒度。职务还挺高，总助。来下一位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叫宁船长。那每天我的工作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无可奈何上开船。我呢是我们这个推盲活最浪的叔啊。最浪的叔。那我为什么叫我最浪的叔呢？因为我开船不用油，全靠浪。让你们听听海浪的声音。确实。大家好，我是财务部副经理八姐，我是推盲活最正的姐。本人呢，从业3年，一直都是持证上岗。我持证升迁，所有公司的钱都归我管。好了，请大家投我一票。投你一票，投你一票，投票，投票。年底奖金投我一票。投一票，年底要不要升职？升职。大家好，我是贺客服，然后呢是咱们公司最佳客服。贺大哥。我的 slogan 是来是 come 去是 go， 客户的要求永远不 say no。OK， 还没转正。那个就是实习生，其实实习生了。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转正。很快转正啊！考虑你啊，好好干。来，我们最后一位。哎呀，我是我们推盲活公司最躺的爷。什么？最躺的爷啊！我在公司搞保洁。我跟你们有区别。忙碌让人长结节。这样下去要不得。我的名字呢叫王卷王，所以我就是要在这么一个最卷的地方争取当好一个这个河里摸鱼王。除了6个员工啊，还有我们人事部门其他5个托儿。欢迎。那个，我再宣布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会场的纪律啊，就是所有人在我们整个这个庆典的过程当中啊，不能擅自离场。另外一个啊，这些吃的什么的就别吃了，一共就买了这么点儿，好吧？打包带走。刚才我看这一堆是八姐吃的，是不是？不，对，是。我一个人。这么多小零食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好吃的。哇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他的表演标准了吗？从他工资里扣，好吧？哇，
行，我们周年庆的第一个节目是啥？啊，第一个节目就是这几位同事们弄了一个节目，叫“爱卷才会赢”。行，那我们就来吧。来喽，耶！下一个节目呢就是学猫叫，我们一起热闹热闹，一起来吧，一起来，来，我要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，我要穿你的外套，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想要变成你的猫，赖在你怀里睡着，每天都看念着你的好。哎呀，太吓人了！啊，这只老猫，来，辛苦大家，谢谢各位。我的妈呀！献丑了。然后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太厉害了！哇，全公司。不错。哎，头总，哎，我们给那个刚才表演节目的那个6个员工啊，还准备了大礼包。但是我们公司预算有限，我们6个礼包砍半，3个。啊，行。啊，合理。老板说了算。没事，这样我们玩个斗鸡比赛，分2队，赢的呢就可以拿礼包。斗什么？就这个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你们就是把腿就是拎上来，然后俩人互相撞，然后撞到谁双脚离地了，双脚离地了，不，双脚着地了，就算输了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先分一下吧。黑白菜吧，来，黑白，手心手背，起个队名，白鹤王，柯巴宁，柯巴宁，就我们就叫柯巴宁。所以今天我们推王货斗鸡比赛就是由白鹤王对战柯巴宁，是吧？现在请2队各派1名选手作为代表出战。斗鸡比赛，你要觉得你行，你就上。我要让船王的船永远掀不起浪。顶他小贺，加油！来，3、2、1，开，坐。这俩人在干啥？哎！还没输，
加油！我们赢了！来，啊，哎呀，尽力了，可以，水板游泳，水板游泳。所以我们推忙活公司8周年庆的斗鸡大赛的胜方就是柯本宁啊！恭喜！哎呀，真不错，我觉得虽然8姐没上，但是我觉得表现也是很好的。之前工作里面，对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向8姐学习。好啊，可以。今天胜方的功臣就是宁船长了。哎呦，宁船长，厉害！承让。哎，不错，来给自己点掌声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交给我们船长的，哎，好，这份是船长的，然后这份是颗粒度的，这份是八姐的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周年庆最关键的时候。哎，对，今天就是奔这事儿来的。哎，是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要宣布我们公司的那个裁员名单。 11个人裁掉10个，就剩老板1个。我们要宣布我们公司的那个规章制度，哎，新的啊，快出汗了。这密封的啊，密封的，这个我们现场打开啊，现场打开。来啊，行。哎 推忙活外贸公司新规章制度，作为外贸公司，一定要和国际接轨，员工需要规范用语，每3句话必须有英文，如拖泥带水，深藏不露，哎 ，You need cry dear， 哎，对。 You need cry dear。我们好这么多呀。 我们推忙活外，咋了这是？托总，哎，托总，你没事吧你？托总怎么了？这哎，托总，你没事吧你？你没事吧你？托总，啊？哎，托乐，哎，你之前当过医生，你过来看看，快。 晕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判断没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坐上托马斯小列车已经走了一会儿。这就死了。哎呀，完了！这，哎呦我天哪，这太吓人了！ 这样，我扯一根他的头发，我一会儿去检测一下啊，看看他的死因是什么。来5个托，对你们跟我走，咱们去跟那个总部汇报一下。来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得赶快汇报吗？快，走。推振1988年会卷不停，正式开始。现在是周六下午2点。 本案死者托马斯是推忙活外贸公司的人事部经理，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白满、八姐、王卷王、贺克福4人之中。
在本案的游戏设定中，宁船长和颗粒度没有嫌疑，因此你们是本案的推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选我的 X 啊！今天无论我是不是 X， 我都往死推。必选 X。是我们选吗？不是吧？凶手选，凶手选。真假的？你演起来了，演起来了！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当过凶手啊。没关系，今天你就是啊，今天就是了，是吧？今天就是你了。哎。现在，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进行初步搜证。我们先看看尸体身上有什么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可疑的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有。我司3位员工意外身亡，3位员工生前均为我司优秀员工，就是好像被评为优秀员工就得死。那为什么今天死的是他呢？这个死者嘴唇发紫，就是中毒身亡。中毒身亡。怎么中的这毒？没东西，没东西了。我们还有哪儿没看吗，哥？这谁的包这是？上面有锁哎。这边有一个保洁车。王卷王专属，请勿乱动。哎呦，锁住了。哦，下面有个东西，上。人事调动通知。这边哎，这边有几个这个什么大白褂、白买。这个是我们放演出服的衣服袋子。哎，刚刚我不是拔了他的头发嘛，然后对托马斯头发做了个检测。哦，好，这是他的检测报告。对，哦，这个东西我们就先交给你们了。托马斯，男，35岁，经检验，致死原因因为中毒。死者体内检出推白药和推黑药2种药物成分。推黑药和推白药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检测器。该喷雾可用于检测推白药和推黑药混合反应所产生的透明物质，喷洒后如遇毒素，会呈现紫红色。那托马斯是如何同时接触到这2种药物的呢？他一定会有一个逻辑，他一定，第一是碰嘛，合计他手上是有那个什么的，所以看看他手指上是有没有毒液。哦，满手都是。这手呢？所有手都是。所有手都是。他怎么接触到这个毒物的呢？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，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动脑堂，准备问询。哎呀，欢迎来到动脑堂。来，各位，来吧，各位杀手们。
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，动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。现在，请玩家们查看证据。那宁儿哥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那你今天又是 X 吧你？肯定是 X 呀。X 战警专属座位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谁要选我当 X 啊，就是真的是……那你完了，你没跑了，没跑了。一定是你。今天谁要选我当 X， 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太会玩。行吧。各位小杀手们，干活了啊！活可多了今天。大家先把证据看一下。来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啥呀？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花姐今天状态真的，今天格外的开心。花姐今天有点反常，有点反常哎。这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可以说了吗？不行，咱们有顺序的。开始吧。分别说一下跟这个死者的关系啊。首先，今天的死者是托马斯。白买，你跟死者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关系。还有呢？没有了呀，就普通同事。我告诉你，说的越少，你越可疑。我是采购部的呀，他是人事部的，我俩平时基本上就工作上交流很少啊。哦，对啊。好的。白是我的表哥。花姐，你跟托马斯什么关系啊？普通同事。你俩没点其他的？我俩不可能有点其他的。我看他对你好像很特别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对啊。早点说，人死了你才告诉我，真的是错过了一段生死恋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这是普通同事。普通同事。对，而我是财务部的，他是人事部的。都是高管的。反正我更简单了，上司跟下属的关系，但我又不是他部门的，我就是一个客服嘛，实习生。我们那个王卷王，就是更普通，就是普通同事。那先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案件啊。首先呢，这个被害人叫托马斯，案发时间呢是周六下午2点，是我们见证他嘎的那一刻，对吧？经检验，致死原因为中毒。死者体内检出推白药和推黑药2种药物成分。那这个推白药有一个特点，看这个，推白药，白色粉末，常用于治疗瞌睡不醒。这个推黑药呢是银色粉末，无味，残留性强，口服，常用于治疗酒醒不睡。与推白药混合，会使人印堂发黑、嘴唇发紫，即刻毒发身亡。还是间接杀人呢？此话怎讲？为什么是间接杀人啊？凶手只要给出其中1种药就行了嘛。为什么呢？他得2个合在一起，怎么能给1个呢？万一是他长时间服用另外1种药，那凶手只要给出另外1版药。所以得很了解他。那他肯定长期服这个推黑素，因为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对啊，干了太多坏事了，对啊，是吧？完了你就给他推白药。我可没给，你别再栽赃我啊！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这紧张的，你别再栽赃我。王哥，我觉得你有必要号一下他的脉搏了。行，我继续说啊，用这个毒素检测剂可以检测出来啊，喷一下。那我们通过我们2位侦探呢检测尸体，发现尸体的双手
均有毒素反应。他怎么接触到这个毒物的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自己在这边翻那个毒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这样。我们退，哎，好，这么多呀。他这样，然后在这里翻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舔到了。他舔了手指头，就是翻，翻。哦，那就是那个员工手册。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，原本这张纸上应该是没有毒的，在这个员工手册上呢，你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紫色的反应，也就是涂完之后它就会有反应。哎，因为这个文件袋你们也看到了，它递过来的时候是密封的。这密封的啊，密封的，这个我们现场打开啊，现场打开。来啊。他的只是他的手上就自身带着那个毒，而不是这个规章制度上有毒。对，跟这个纸没关系。所以可以证明这两样一定是来自于外界啊。我们在现场就喷了很多地方，他只要触摸过的地方，比如说那张桌子啊，他玩过手套啊，都没有任何毒素反应。他只要触摸过的地方，你有一个没喷，哪里？你说？他跟咱们的财务经理握过手。哦，确实是。我觉得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向八九学习。哦，那有可能。小杀手。那我也得自己死啊！你又没舔，你洗过手了吗？没洗，我给你们也递过那个奶疙瘩。现场是在这个里面发现褪白药。哎呀，这，是不是白色粉末嘛？对不对？那我们都吃了，都吃了。你想杀了我们所有人？所有人吗？你想杀了我们所有人吗？就大家没尝过嘛，就说让大家尝一下而已。你这个小杀手啊！小杀手。首先早上的时候，八姐给我们吃了这个褪白素。大家应该都记得，死亡条件是死者需要2个加一块凑在一起才可以死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褪黑药是在宁船长的衣服上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身上好多银色粉末？然后我们在现场装这个演出服的袋子里面发现了这个褪黑药。哦。所以其实，在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之前，他就已经把装演出服的这个里面撒好了这个毒药。对。所以在现场的时候，他怎么拍到这个毒药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谁记得这个托马斯拍过我的肩膀吗？我不记得。我记得握了手，我不记得拍肩膀。我记得是握完手，你站起来，他这样的啊。我觉得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向八九学习。今天正方的功臣就是宁船长了，对吧？宁船长，一定是。哦，你今天观察力一下，我觉得爆棚啊！我说实话，我是不记得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记得如此之清楚啊？一切都在你的计划和流程当中，是吧？老王。但是，我们就在想，这个粉是他什么时候放上去的？今天在来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，就是在今天12点05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些演出服给拿走，放到了业务办公室的门旁边。
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鹤岛一个电影的一个活动，就去看电影了。12:05看到了12:45才回来。所以其实，在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之前，他就已经把装演出服的这个里面撒好了这个毒药。哦，所以他是今天中午的12:05到12:45中间，是凶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间。哦，我们就在想，这个作案过程其实是随机性很强的。假设你们每一个人以第一视角带入自己是凶手的情况下，你怎么确保这个死者一定会在你设想的情况下接触到这2种药物呢？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死者的思想嘛，你不可能说我让死者去碰这个，再去碰这个，再去舔下自己的手指。他怎么确定这个东西会发生？所以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，也很奇怪。还有一个证据，我们是在托马斯身上找到的。今天是周6嘛，在前面的3天均有我司3位优秀员工死亡。这3位员工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，因为他这个公司其实是很看业绩、很卷，并且竞争关系很强的嘛，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意外死亡。包括和今天这个人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，反正这只是一个疑点。还有在王哥保洁车的一个夹层下面，发现藏着一个人事调动通知。公司新到任财务部经理王卷王，因对客户殷先生出言不逊，调岗为保洁，即刻生效，特此通知。不是财务部经理，不是，他是副经理。我是财务经理，然后中间经历了这个事儿，我就给调岗换到了这个现在干保洁了。现场剩一个托尼的公文包，但这个公文包上面有个锁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没密码呀？这个锁暂时还打不开，我们俩没打开还。那你给我干啥？我就给你看一眼，让小杀手自己感受一下。好。那这样，我们就分别分享一下自己找到的这个证据。先从我们卷王哥开始吧。第一件这个证据是白买办公室桌上的这么一个用纸盒糊的一个东西。像我如此凶狠的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这还有一个姑娘，这心爱的姑娘是谁？我爱你，心爱的姑娘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这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一个小目标嘛。因为我这么努力的去砍价，给公司做这个好的业绩，就是为了挣钱，然后给他买3大件，然后把它明媒正娶，对。哦，这女孩是谁啊？这女孩是谁？你知道的太多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自己攒了多少钱，有一个进度，我自己有一个预想，我要存多少钱。那你现在是多少呢？你想知道的东西。第二件证物是白买办公室档案袋里。哦，这是个汽水儿，然后呢，吃鸡的这个游戏卡带，巧克力饼干。
汽水在写在上面，但下面是汽水。哦，实际这个上边也，这本来是吃鸭，巧克力饼干原来是巧克力饼签。解释一下为什么？你们知道的太多。你快点，我解释一下，解释。OK。我是那个公司采购部的嘛，这个是我去跟人家要来的样品，我就觉得没有问题，就准备我们购买回来就要往外卖了嘛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时的这个样品上是有人故意给上面贴了一个真货的标，就把我骗了，然后就给公司造成一笔损失。对。下一个证据是白买办公室档案室1排档案后，这里边是几张纸。巧克力饼签进了500箱，总共3000块钱。吃鸭游戏卡带4000块钱。汽水1500箱。然后这儿还有周六晚上你完了。小杀手，小杀手，杀人动机立马就出现了吧？我呢，回到办公室呢之后，发现了托马斯在我办公室呢，然后就是看着这个假的这个样品，然后呢，我就打算跟他解释一下。我想跟他解释，他跟我说什么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等周年庆之后再算账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前思后想，我觉得我得跟他解释清楚这个事儿，然后我就去他办公室找他。然后我等他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个纸。周六你完了。周六你完了。我就觉得他要搞我，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了杀意。那接下来由我们白买分享吧，来。这个东西是在八姐的办公室里，一张手帕。有一个金的小算盘，然后上面写着“没人能够阻止我实现目标”。这个是小的时候那个抓周的时候抓到的小算盘。所以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就是会计。梦想当会计已经实现了。实现了，并且要做大做强啊！我现在是副经理。所以你把他给搞到了保洁部。他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我让他去骂人的，你真的是。第二个是一个报销单，给大家先看一下啊。八姐说她这个贴的挺美，但是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去贴。贴的很美，但每张票的间距是我定的3.1415925653。只贴发票，我要的小票、购物凭证、小单呢？几点几分跟谁在哪吃的都不写清楚，你能报销吗？你的报销是个什么成色，我就是个什么脸色。我对大家给我的发票是有一定自己的规则的，比如说你要贴好间距、姓名，你在哪儿吃、几点几分、几点吃完、和谁吃、点了什么菜，你都要告诉我。而且这个我没有报销成功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发票，他也没有写名字。确实没写。对，所以就把它留在我这里了。但这个报销单上似乎有写字留下的痕迹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
啊，有什么凹痕是吧？对啊，是肯定是有个凹痕，它需要在这个背面，你拿这个铅笔把那个写的字儿给印出来呗，印出来，对吧？好，侦探来，笔给他这么凹一下，他就。等，你看，有字儿啊？哦，有，还真有。什么字儿？我要成为卷王终结者。我要成为卷王终结者。沙光公司的卷王。卷王。我就说那3个人不是平白无故死的，这3位员工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，好像被评为优秀员工就得死。发姐，解释一下。这个我真不知道，这不是我写的。卷王终结者。那你说呀，这个是啥？这是这样的，这个发票呢是那个丁达卡，他在他离职之前给我的一个报销发票。他本来要报的是1000块钱，但是我一不小心就多给他算了个0，我给他报了1万。算错账了吧？就算错账了，然后他就离职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一直就是联系不上他，要不回这笔钱。还有一个就是周6晚上你完了。对，这个我跟你是一样的状况，就是我不是给他算错账了嘛。然后这件事情呢，我得知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我的办公室，就是一直在念叨，这钱追不回来怎么办呀？然后这会儿呢，就被我们的托马斯给听到了，所以我就很害怕。在下午大概2点钟的时候，我又去找了他，但是那会儿他办公室没人。然后我大概我要走的时候，我这样扫了一眼，我在他抽屉的边边角角看到了我的照片的一个角落，我就抽出来，立马回我办公室。我一看，它上面写的是那个周6晚上你完了，所以你就把他杀了。那接下来就由我们8姐分享。好，我的呢是，你这一盒好精彩啊！你不会是我的吧？哎，首先是在他工位上找到的一个客户来电记录表，是王先生给他来电。然后投诉的内容是投诉公司的电热毯不发热，王先生让我晚上去给他把被窝暖好，王先生难道是关系有点？搞什么啊你在？啊！你不要只念一个王先生误导大家。还有李小姐哦。然后第2位是陈女士，她的投诉内容是让我去她家看看洗衣机，去了发现是他们家的猫叫洗衣机。猫叫洗衣机？对，猫叫洗衣机，让我去他家看看猫。啊。然后第3位是蒋先生，他的内容是买了公司的扣子，让我送他一件衣服，好搭配扣子。一先生投诉我们公司卖的老婆饼里没有老婆，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，彩虹糖里没有彩虹，虎皮青椒里没有老虎，但猫屎咖啡里竟然真的有猫屎。这太可怕了。然后我送走他后，忍不住躲在厕所里骂了他1000字小作文。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工作记录表，记住这个王先生，让给他暖被窝这个王先生。啊，这个王先生他说，
小贺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别太辛苦了。你的皮鞋、自行车也都包在我身上。隔壁老王，你还自己把线索给连起来了。这王先生又让他暖被窝，又给他送个 BB 机。你那个大哥大也是他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你那个大哥大，怪不得你能用起大哥大呢。哎呦，原来我们努力卷工作。谣言就是从你们这种人口中说出来的，你看看。来吧，展开说说，说说吧，贺客服，怎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先把王先生这事儿给说了吧。王先生是谁呢？王先生就是我的邻居，隔壁老王。好，这个呀，是你啊？是我。那这个投诉的王先生是同一个王先生？不是同一个，不是同一个。他是从小特别照顾我，我视他如我的养父一样的老王，对我特别好。从小看我长大的嘛。从小看他长大，我一直是他学习的榜样。对，他就教我不要卷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特别想卷，就为了我的家人嘛。那我呢，就是代表咱们公司最底层的那一批员工，天天接电话，收到各种离奇的投诉，就是我的每天的工作。最重要的是投诉我们公司产品不好那个，他说我们公司什么老婆逼里没有老婆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在厕所里骂了他1000字，结果那个人在我旁边，这个倒霉的，对，他在我隔壁那个空位都听见了哦。然后我就很担心，就是公司会扣我的钱，或者是把我开除了嘛。但是这时候正好是隔壁老王，他替我背了这个锅。那天就是殷客户听到之后，就跑到人事部到托马斯那儿去告状去了。我一听这个，我就跑进去跟托马斯说。我说骂殷客户的不是小贺，因为我跟小贺关系比较好，我心想帮谁不是帮呢，我就帮他。然后呢，我就说是我骂的，所以我说你可以处理我，把我这个调职。哦，所以你才是因为这个事儿被降成了。对。其实我的运气也特别不好，我感觉有人在搞我。有一天早上起来是什么？我的鞋子跟我的电话都被搞坏了。这时候老王就非常关心我，就说：“那我送你一个 BB 机吧，然后把你的鞋子也帮你补一补。”所以这都是老王送给我的。还有吗，郑觉？这是在贺客服的工位上找到的，是一个烧了一半还没烧完的3个笔记本里的东西。第一个是周3凌晨，利用假时长的夜盲，在他出门的地方放一块大石头，让他磕死。周4凌晨，把在天台抽烟的尹凤成推下去，伪造成被大风吹倒失足跌落，让他被封杀。周5凌晨，把禀报告关在冷库里，伪造成意外冻死，让他被雪藏。哦，这不那3个同事吗？就是那3个死的人。糟糕，我的工牌掉在冷库了。还好没人发现，公司已经有人注意到那些卷王不是意外死的了。一旦我的工牌被人发现，我是卷王终结者的事情就暴露了。冷库每天上午9点开门，看来只能明天上午9点趁冷库开门的时候抓紧去把我的工牌找回来。卷王终结者，这就得出结论来了。卷王终结者。这不是我的。小杀手，你说，展开说说。展开说说吧。这不是我的，这个呢，行了吧，我说吧。这个呢是我在老王的保洁车里发现的一份文件。
我就认为是老王写的这个纸是老王杀这3个人，他要把锅钼捡回来嘛。所以说呢，我第2天就去了那个冷库，好巧不巧，老王去了，另外一个人也进去了，那就是托马斯。托马斯也进了冷库，但是2个人出来的时候，老王是没有什么表情的，托马斯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是认为是托马斯肯定是捡到老王的胸牌嘛，然后我就上前向托马斯求情，我说能不能别告诉别人这事儿是老王干的。然后托马斯说不行，你等着吧，周6之后等开完这年会，等着收拾你跟老王。所以其实我对托马斯的恨意是产生在这儿。那喝，分享一下卷王的吧。第一个，王卷王保洁架上发现的一个退堂鼓。你看我的名字叫王卷王，我是特别卷。过去工作个15个小时、18个小时都是常事儿，但是就是因为上周日我加班，结果出了个大事儿。我的一个家人离我而去。我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想找他，可是呢，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，各方面这些，我出不了这个无可奈何。对，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周日没有加班的话，肯定不会出这个事儿。我特别后悔。从那之后，我整个人就顿悟了，我觉得不能够再卷了。我们说实话，拼命工作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好一些，为了家人更好一些吗？可是到头来事与愿违，你卷了半天，你把自己的生活卷没了，甚而至于现在自己的家人都卷没了，我就觉得真的不能再卷了，我就决定改变。恰恰呢，刚才不是说跟他换这个工作吗？就这么着我就干上了保洁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就是这退堂鼓其实就是我在家里出事之后，我不想干了，我想躺平。行，那第二个证据啊，写给每个人的一封信，和一张照片，还给我们写信呢。写给你们每一个人的。八减，白买，颗粒度。来，亲爱的宁弟，别卷了吧，老弟，天台上有美丽的星空，你都不曾抬头看一眼，我多希望你能慢下来，和我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。他也在劝我别卷，我的也一样，别卷了吧，小贺。上次在船上吐了出来，人都瘦了一圈，天台上有美丽的星空，你都不抬头看一眼，我多希望你能慢下来，和我一起享受生活的美好。亲爱的买卖，别卷了，你为了女友拼命工作，但是能不能娶到也不一定。别卷了吧，科尔，你的视力那么好，却用来关注横幅的大小。亲爱的八姐，别卷了吧，八姐，你对别人苛刻，对自己更苛刻。天台上有美丽的星空，你都不曾抬头看一眼，我多希望你能慢下来，和我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。这5封信是我写给你们的，为啥呢？因为你们几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同事，所以我也很心疼你们，我就特别想怎么去帮你们改变，能够让你们走出人生的这个误区。然后呢，我就冥思苦想应该怎么去帮助你们。有一天我就在公司的天台上面，我想，我一抬头，晚上，哎呀，我发现原来公司的这个上边居然是满天的星空。哎呀，那一刻我觉得太美好了。可是平常我们都在加班，我们都在卷，我们完全错过了这一个美好。
我就觉得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来自于绝，尤其我们这个公司，所以我就想给你们每一个人写信，而且我给你们每个人做了一把这个小躺椅，就是希望你们别一天到晚就是弓着身子往前冲，你们也可以往后仰45度，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，看一看眼前的美好。我真是一片好心，我就是希望大家活得能够轻松一点，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初心。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向往，还有一个是保洁车的钥匙。他保洁车 OK， 你留着，一会儿我们去开他的车。保洁车上钥匙还有啥？没了。白想要杀托马斯的动机就是他以为要被开除，然后他要为了自己女朋友攒钱嘛，对吧？八想要杀托马斯的动机也是为了保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就是贺想杀托马斯的动机是，其实就是为了保护王嘛，为了保护王要杀这个人，对吧？是。然后王想要杀托马斯的动机是自己，你要这么一说，你的动机就不明显了。对他没啥动机，我觉得。不一定啊。那如果那个冰库里那个事儿，那不是也有动机吗？他没有，就是起码到这一轮，目前为止没有交代到他有一个很明确的动机嘛。所以现在这一轮他的动机就没有那么明显。行。我们找那个印字的那个字条，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写的嘛，对不对？哪个？就他讲述自己要怎么成为卷王终结者。那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啊？因为他是卷王终结者，他不允许这些人比他卷。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。小杀手。宁探长，走好了您呢。充满了恐惧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小 X， 欢迎你。哎呀，不可思议是吧？居然还是你，小 X。小 X， 这回不用装了，没什么好说。这回不用装了，没什么。轮也轮到你了吧？我为你感到惋惜，是吧？差点3连冠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今天又没钥匙了。呀，你们现在这个套路都跟之前不大一样啊！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套路，啊，那是真诚。那就是目前咱们已知的还有一个那个包没打开，还有一个2把钥匙。我们应该先去搜他的东西，对，先把保洁车给打开，好不好？对。来吧，那咱们现在就集体去搜证。我们先到溜冰场看看我们王保洁的箱子里有什么东西。8次没修没电。银贵信渔具店，无法无天法郎，鹤岛，对，鹤岛都在这儿。来吧。为什么每次所有死者的鞋子都被脱掉？他们搜证搜的。我们打开王保洁的这个小车。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垃圾堆没啥好翻的，你就别翻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是不是？刚才是个女的。啊！哇哦！哎呦！别
哎，又开始了，不要挤成一团，白哥，不要挤成一团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去哪儿？你别动我，你别动我。哪儿？来，我们唱歌给自己壮壮胆吧。 A B C D E F G。为什么唱这种歌 ？H I J K L M N O P Q R S。没事。啊！哎，站！在哪？镜子，就这个。看镜子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在这儿。这儿。等一下。 忙或间，火焰，无可奈何。说的啥呀？无可奈何。溺水者不理归，星月之夜。什么之夜呀？星月之夜。哎，那还有一个。是他。 哎，那！啊！哎！哎，他到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来了，走过来了。完了！大眼睛。 来到我们推忙活外贸公事，兄弟们给我搜！你们给我好好搜，一定要搜出点问题来。本周无可奈何区域上方持续有雷暴。我家里边最亲的那个人那天走了之后，我就一直找不着。是我哭的，上周日突然失踪了。所以你的家人也失踪了，你的家人也失踪了，我的家人也失踪了。这2本书都是无限流的。 它这上面写的是周6的事儿。我用右手和八姐的右手握了手，那意思托马斯能预知未来啊？我们在一个游戏里，我们是 NPC。无限流啊！那谁是主角呢？托马斯吗？托马斯啊，不是，杀人的那个人才会是主角。那有个人带着瞄准命中的怪人，到底是谁？他预知的那个东西不在你那儿吗？没得解释。就唯一是他是没有这个预测的。小人他出现在你身后啊。 那所以你现在怀疑的对象就是我。但是我如果单独在这房间里面呢，他也完全可以做。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信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神仙水精华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肌肤愈见年轻，眼镜一戴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 丢开悬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图不多，看真与假是能摸瓜。黑云映，雪雨滴，推针笼罩迷雾里，小枪声，烛火摇，挂着影子多一句。风声起，脚步急，那些藏进一眼去，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，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，参与节目话题讨论。新浪新闻、QQ 超级粉丝团、星办、星款、丽丽城传媒、碰星、星芒、X 先生、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、智联招聘。